我觉得我创业不是偶然，我觉得是必然。我就投了5000块广告，结果那天业绩就50万很久没看过这么多钱了。我每天都在信用卡换现金，哇，就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券，我就把50万再继续熬，真的是很绝望。我曾经想要说，我好想哭哦，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听一些很感动的歌，看一些很催泪的电影，你还是哭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当下那个情感，才是一个最绝望的时刻。当你遇到那么大的压力或打击，你都还是自己承受嘛。旁边人看到我就觉得，哇，你是正向的、阳光的。可是实际上，我自己审视自己，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嘛，我只是一个外面穿着钢甲的里面的一个稻草人，你随时都是被烧掉的，对啊。可是你不得不去变成那个穿着盔甲的人。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要常跟企业家，你知道，相处。没有，我觉得也是那个是 mindset， 对啊。所以他今天是来教我们怎么赚钱吗？如何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一定会赚钱。怎么说呢？怎么说？但因为我觉得做生意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赌博嘛，其实也是嘛，因为你只在赌你看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对，可是哪有那么准？所以你是一个赌性坚强的人。我是一个赌性坚强的人，我觉得不像，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哦，怎么说？对啊，怎么说？就我觉得这个我能做到啊，可以啊，相信可以做到，相信自己可以啊，你就做啦、啊。你是相信自己可以，还是你真的有观察到什么？其实我会透过大量的观察去验证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像我会做保养品，其实我是观察很多女孩子，除了我太太之外，然后去朋友家里看别人家的太太。你去看他太太，你跟我看别人的太太的那个梳妆台啊，有时候会去参观嘛，是，他就发现其实女生好多瓶瓶罐罐啊，田野调查。对，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然后只是看他会说，然后我看他这一罐没有用完，那个说周年庆又要买另外一个。桌上就一瓶，然后都只用了一点点。哦，所以你从这个看出了什么端倪？他说，就女生太复杂了，女生太复杂了，因为她不知道，第一个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别人告诉她这个好，对你有帮助，柜姐跟你说，这个很适合你，她就拿了。可是我觉得我是比较理性的，我就家里就好一罐，你干嘛还要再买第二罐？对，那你当买它的时候，一定它很好，不然你干嘛买它？可能现在有第二个更好的，就觉得那个不好了。那当我做产品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应该提供一个，就是你好好用一个产品就能解决你问题。对，你不用去相信很多别人告诉你的花言巧语嘛。所以你是不会花言巧语的那种，务实。我就说我的品牌的宗旨就简单、安全、有效嘛，就这样子。我会写安全有效。对啊，简单有力。但是你涂在脸上，我觉得讲简单起就是你不要让保养形成一个负担嘛。还要学很多招数。你要想说，这个时候要用哪一个？精华一线还是化妆水线？可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混在一起用？那这个东西对我皮肤会不会产生致敏等等的？其实这种烦恼是多余的嘛。所以你第一个产品才是 all in one。all in one 的，对。那你为什么后来要开发这么多的？我那时候其实根本压根不是想要做保养品这件事情，我想要做的是药膏。肌肤是问题嘛 ？OK， 那问题你应该用药膏啊。你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要用药来。香港脚，你应该买香港脚药膏，而不是买爽身粉嘛，就是不对嘛。我懂。你要解决你的问题啊，听起来痛点啊，是。假如说女生有斑是不是痛点？皮肤干裂是不是痛点 ？OK， 对啊。可是你保养其实有做有差，没做没差。你解决不了痛点，所以那时候我想做其实是药膏。对。然后我在台湾去设备，发现我其实不能做药膏。没有那个执照。对，因为国外有那种叫做疗效型保养品，就是介于保养品跟药膏中间的，就是你一些成分拉到一个浓度的时候，它具有治疗效果，你就可以用，号称你是疗效型的保养品。OK， 台湾没有这种，台湾只有分一般保养品跟药用保养品。对。那现在其实台湾现在连新的法规连药用都没有了，是全部叫做一般保养品。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要做的是解决问题的药膏。所以你看我的产品都是一开始的产品都是一条一条的，像 tube 这样。对，像药膏。对。后来我就折中了嘛，那我就把产品的有效浓度拉高。很简单，你头痛吃阿司匹林。那一定阿司匹林足量，你才会解决你的头痛啊。可你的阿司匹林如果是有不足量的，然后加了很多的其他粉的添加剂进来，吃了还是会痛，还是痛啊。所以有帮你解决头痛，不是那一颗药丸，是里面的那个阿司匹林的那个成分含量。所以台湾的保养品我就发现有一个乱象，就是什么都加，什么都讲，可是什么都不足量。
所以为什么量不够？是因为那个东西比较贵嘛？就成本考量啊。我们这些威士忌把它套了醉之后就到了这里，套醉有没有？它是酒吗？它是水？它是对啊，就比例不同了嘛，稀释掉了所以保养就很这样，你要用很久很久，你可能才会看到一点点效果。啊。那时候我很理性，想说我单一解决问题就好。一开始我们产品就是一个药膏，一个维加产品解决一个肌肤问题。所以你刚问说为什么推那么多，其实也没有很多，痘痘的、美白的、皱纹的、保湿的，然后眼霜、斑点，再就这几个。因为我一开始设定这个产品不是在专柜或是在开价通路卖，是在药局里面卖。进来说，我有斑点啊，这个斑点给你。哦，是。那是不是很直接？我不用去教育我的药师说你要，你快放去专柜，你要很多啊。洗脸的美白、化妆水美白、乳液美白、精华液美白，整套都是美白。那只要一个美白，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啊？你是从问题开始去解决的，对啊，找到痛点就去处理。他刚在讲那个叫什么？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必须说，我现在用他们家的东西，从洗脸那个我知道是洗脸，对。然后化妆水我知道那个是化妆水，以下1、2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其实刚刚讲那么多问题，不是每个问题都在你脸上发生的嘛？对，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更简单的产品，就是 All in One 的，就70%的问题都透过那个产品一贯解决。那个叫什么？就是全能精华。全能精华，对，就是 All in One 的全能精华，就是3D 全能精华。对，是你可以解决70%的保湿，70%的美白，70%的抗老。可是你如果觉得脸还要更白呢，那你就可能就要加进来专门找白 Plus 的我的那个美白的精华就要再补进来。那我就弄到抹到3D 全能精华就好啦，我干嘛还要弄后面2个？你这种个性的人，感觉就是最好是一条给他处理。对，我真的对啊，所以我刚刚就看到，其实纵使我们把产品做这么简单，可是还是很多的消费者还是搞不清楚啊。那原本的模式，它是不是更搞得更不清楚了？对，所以你就会出现整个梳妆台上面就好多产品，可是你要用什么他不知道，然后最后是变成开心，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你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观察身边跟观察环境的人？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认识的同学以前不知道嘛，长大之后同学都告诉我，你小时候就这样子。我就说我小时候会这样子嘛，就是其实我常常会提出一些见解跟论点，他们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别人没看到，你怎么看到？可是听起来是对的，对，所以我就习惯去挖掘那个问题的本源是什么，找问题的本质啊。对，对。你读书的时候是念什么的？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读资管的，然后再就是研究所是电子商务，然后博士班是读商学管理。那博士根本我没有毕业啊，读完的论文交不出去，论文交不出去太忙了，忙着赚钱了。可是我就是对于逻辑性的商业模式比较有兴趣，就是习惯把一件事情让它变简单，然后是可以运作的。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现在在做的事就是你喜欢做的事吗？就算喜欢，是你说以产品来讲，可能不是最喜欢，可以去验证商业模式是我喜欢的。所以它可能可以套你的酒精来，也可以验证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的。或者套节目也可以去看看消费者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东西。对，所以它是可以有一个方法论去执行，然后去得出结果，然后去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很 enjoy 在这个过程。对，我蛮 enjoy 在这个过程啊，可以理解。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创业，就是到很厉害的人啊，他们其实真的很 enjoy 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解决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对，然后去假设这个市场需要这个东西，对，创造一个产品，然后去验证说，是不是真的这样？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如果回馈是好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对，哇，我觉得这种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对我来说啊，对我来真的，因为我不属于这种人类啊。他不是，对我完全就知道他没有办法赚钱的，不是这种人类。我真的不是那一块料所以像你在讲说你要弄一个idea 出来，然后去验证这个，其实你脑袋会跑出那个框架。为什么？你为什么？就像在走迷宫一样嘛，所以你会先把边界先画好，就你知道我在哪个地方走，可是里面的路其实是不清楚的。你就先画一个框出来，就是脑袋会一个画面嘛，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做这个保养品，或是做什么，然后你有一个框。我常常把它举例，就是很多人问我，其实它很难具象去表达。对，那比较具象一点的意思，我知道我今天是要上小巨蛋或是野台戏，我会知道我要做什么准备，所以你大概知道那个观众会是谁，你的舞台有多大，你大概会有什么设备。我大概这样举例，那所以你就会想办法去规划那条路。可是你其实纵使你做好准备，你上台还是会紧张啊。就像我们去创业走第一步，还是你觉得
你路不清楚，可是你尽量把它看清楚了，可是你还是不确定前面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坑在哪里。所以你踩过很多的坑吗？很多哦，就超多坑的，超多。那你今天来只能喝酒的图书馆的那个框是？没有，因为我来其实蛮忐忑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武装自己的个性，我很少人去听到我谈心事。当老板，其实你就是被一个人设定好的框架的嘛。对你一个老板软软弱弱，觉得你这个老板在干嘛？ ，OK，那员工看你没什么精神，是，对吧？你纵使今天下午3点半的钱发不出来，你还是要看起来抬头挺胸啊，乐观开朗的样子，是吧？只要拿信用卡去换现，而且不能让自己看起来衰衰的。对对不行，对啊，所以你不行，强迫要武装自己嘛。所以武装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不是你，可你不得不啊，因为你的角色是这个啊。所以就像我们上台，你当男主角跟当一棵树，你要准备的东西不同啊。那你有过这个过程吗？好多，就是我创业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8年，对啊，其实也是跌跌撞撞，每个人外面看就觉得，哎，哇，你做的不错，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有国际市场等等，可是中间的酸甜苦辣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而且我们也不会讲啊。所以我刚刚讲的，外面看着哇，斌哥你好厉害哦，说品牌，就像你们刚刚见到我说你品牌，可是实际上我们大家有酒喝下去，就说哦，早知道叫你不要创业，真的跑3点半跑了几年？哇 ，long story 其实我2007年创业那一年，我就是大概30岁左右的年纪嘛，然后那一年其实又遇到小孩子出生，那我创业前其实在金融业工作，那你说稳定也算稳定，也不稳定啊，其实就是当业务，其实你靠自己赚钱嘛，自己有能力，然后开拓市场去赚钱。那外面看你是觉得哇，你在银行工作很好啊，很稳定啊，你要创业大家就觉得你他可以弄掉，为什么你要出来创业？你觉得金融业那时候应该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啊。其实那时候大家还是讲那是金饭碗嘛，对啊。那其实整个，而且我们带的是大型的金控集团，其实整个的福利等等，都发展性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是做那个业务，所以要对很多的企业厂商。那我们是做企业授信嘛，就是借钱给公司的，所以你就去陪人家喝酒啊，交际应酬啊。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从进银行就短短的几年时间，就5脏6腑其实都是坏的。我就每个礼拜，每个月要去吞胃镜，真的哦。吞胃镜就是医生说你那里又破一个洞，这里又破一个洞，那里又破2个洞，喝太多，我就每天对。那我就后来30岁，突然小朋友要出生，你突然想说，我这样下去，我挂掉小孩怎么办？谁要照顾他？对，那你就觉得，那你继续待在这里，好像也只有这条路，因为你看你的主管也都是这样子，都40岁、50岁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那时候我直接想说，那我应该做点不一样的决定了，所以我就出来创业。那我觉得我创业不是偶然，我觉得是必然。对，就是其实虽然我到30岁才创业，可是我家从小我爸就是做生意，那是起起伏伏的。我们家最早是做那个录影带店的，那个那个 VHS 那种大袋小袋，对，那我从小就在家里帮忙做回带。对，我知道倒带，对啊。你们家还有倒带机吗？我们家以前是我们那个乡下最大的那个录影带出租店，真的假的？在没有百事达之前，我们是最大的。前一阵子我妈叫我帮她买一个倒带机，我说啊，这现在还有，到底去哪里找啊？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所以我小学就知道，酷哎，对啊，我是放学在家里就是帮忙倒带，因为客人还带就要开始倒带，啊，因为下一个人就马上要租啦。对，所以我就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从小看我家里在做生意，那个你就知道，我们就被第4台打败了。对第4台一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人要租片子了，对，然后那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就是其实你看到 VHS 后来变成 VCD，所以你以前买的 VHS 都是资产，全部都要拿掉，变成 VCD，因为机器换了，不得不做嘛，不得不做，对啊，可是他忘记，其实不是 VCD 害这个产业不见的，是第4台啊。那时候第4台不是偷接1个月500，或者偷接不用钱，对，那时候泛滥，对。所以大家就在家里看第4台啊，对，然后就不租片子，然后不租片子就那个行业就没落，就很快的没落，瞬间呢，我觉得那个是就是很快。我爸就算生意失败，这个就算生意失败。那生意失败，他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爸很早就生我了，我跟我爸差24岁而已，所以代表他24岁就生我了。所以在我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30几岁的年纪就第一次生意失败。我还记得，好像那时候小学我要读小6。然后国中，
所以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彰化那个小乡下，那我们家开录影带店，其实在当地也是算一个知名企业啊。在北斗镇啊，就一家镇就一家我们录影带，所以大家知道哦，那家是你家开的哎，所以是有光的嘛，风光的，就是风光社会贤达。对。那失败之后，我爸就选了另外一个行业去卖那个杏仁冰。杏仁冰那时候自己创业，我知道，因为我以前不理解，可是现在我自己做生意或是创业之后，大概知道理解那个过程。30几岁，然后你的第一个项目失败了，然后可能就不知道没有方向啊。然后小孩还小，还要维生嘛，小孩小，所以就买了一个摊车去做杏仁冰。那我觉得我现在也蛮佩服我爸的，就是他一个刚刚讲的社会贤达的老板，我要去卖冰，就后来我爸都带我去，你都是我在看边，跟着我在卖。我们就在北斗最热闹的那条街上摆那个摊车，对，所以他买就会遇到同学而且面子会搭不下来，有没有？然后就帽子一样低低的这样子。小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对，就是你觉得哇，怎么落差这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经历第一次这个感觉。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算是在路边卖嘛，对，虽然算是那种违规摊贩啊，那时候我就还小，可是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就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有人觉得路边停车，我就把你停在前面，他就施舍你，或背几挖边，你车就变停着，跟你没办法做生意啊，你就很气啊。可他现在就说，我背几挖边的人就跑了，那我们北斗是吃霸王，出去吃霸王吃很久，我在那边，他的车就挡在我们家那个摊车前面，所以那时候就看了很多这个状况啊。当然，当中我爸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行业，其实都没有成功。还做过什么？就多了，他还开过那个钓鱼场。钓鱼场你说钓鱼无锅鱼有没有？钓鱼场，钓鱼场要做那个汽车修配厂，其实都不是他在行的。我现在想想，都是朋友跟他讲，他就去做。可以，那个可以做这样子。对，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可是实际上都是失败收场。然后最后就没办法，还要维生啊。所以跟我妈2个就去弄了一个槟榔摊，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打击，就是家里怎么会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觉得你应该要做点让自己看起来有面子的事情。以前会有这种观念，现在我不会了啦。可是小时候会，我相信这个小时候对你会有爱面子，你会爱面子，所以你小时候也不谈这个事情，也不跟人家谈。人家讲说我知道那不是我们家开的，我不知道，可你就会活在这种自我矛盾的的生存环境当中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会去，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会很希望这个家里这个是父慈的母爱，就是各种所有东西都应该是好的状态。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说嫌弃，比如说这个很丢脸呐，这个我爸一天到晚到学校跟老师吵架，因为他本来是社会的录影带店小开，对，跳到变槟榔摊的时候，对，那么小不是那么懂事的时候，会有失落感。国中的时候都是很爱面子的时候，是啊，对啊，所以反正我觉得那一段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个养分啊，就是让自己去面对真的会有不堪的时候啊，又不是每个人这么厉害，你怎么可以要求你自己爸爸真的这么厉害？有自己创业知道，哇，没那么简单，困难简单。当你回想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的历程，然后到你长大做就是你自己创业了，你每一次在回想这个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在你创业的这个路上，你会不会对你会不会偶然的会去想起小时候的某一个画面，然后可能是会在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然后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是有啊。所以我说刚刚很强的画面就是那个人家施舍你那个感觉，就是你停车我买个冰我就走，说我为所欲为啊。跟你创业多，你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可能消费者、供应商也是这种态度啊。你靠我吃饭的啊，所以你听我的啊。你那么多废话干嘛？那时候你就想，好像是同一件事情。OK，你就觉得，所以你不会那么大的冲击，因为已经经历过，你知道啊，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我刚刚说我创业不是偶然事，应该是一个必然，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我一定要创业，可能才有办法去改变我接下来的生活跟方式嘛。中间陆续，其实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也去创业过啊，就跑去卖牛仔裤啊，干嘛的？卖牛仔裤去哪里卖牛仔裤？就在夜市啊，就卖牛仔裤，对，卖牛仔裤，听起来很酷哎。那时候最流行就是牛仔裤啊，对啊。但是我发现我就有品牌概念呢，
因为我不知道所有品牌，骄傲，对对，真的。后来发现我那个东西我走得很前面呢。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知道有品牌概念，可是我没有品牌。那时候其实最好就是利拜斯、利亚这种利跟我说不是，我说我的品牌叫 No Name， 是没有名字。哇塞，你走这么前面的。对，后来发现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No Name 日本品牌，还有一个叫 No Brand。我说那我比你们走前面。虽然我失败的，我们是第一代的 No Name。对，那时候牛仔裤后面就是标签是白色的，就是以前都不是会烫印那个利啊，对，我就是1块，我就叫牛仔裤工厂帮我做1块，就上面都没有东西这样子啊。所以我的品牌就叫 No Name。那时候是在，反正玩票性质，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又去兼差，然后晚上拿着裤子，然后我一个银行的朋友，他也是在台中那个中华路夜市摆摊的嘛，那我就会带着牛仔裤摆在旁边，跟他一起卖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很想赚钱，很想赚钱。那时候心态对你没有想过经营企业，就是想要赚钱。那你知道，因为你小时候经历过那一些很不稳定的状态，那你知道只有钱可以让你维持那个稳定的生活模式。是对，所以那时候就很想要赚钱。像你这样，就譬如你小时候要看很多那种大人的脸色啊，或者你刚刚讲那个对卖冰的时候，人家停车来丢给你多少钱？说啊，我给你杯冰啊，我就停在你家门口。你觉得那个你小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我希望我长大不要被人家看不起。会，非常，对，就是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啊，对，所以你会想要很强烈的去 push 自己，不要被看不起，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让自己受伤，对。怎么说呢？你要让别人看不起，表示你都要维持很坚强的状态啊。可实际上你其实累得要死了，你还是要维持的。我就是这么强，但是你跟自己的内心在拔梗，在打架的。但是我也是有脆弱的时候，已经没体力了。可是你看到我就哇，你精神好好，气色好好，可是实际上搞不好心都在淌血。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是对还是错，我也不知道。可是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在闲聊，就觉得哇，Ben你好像心脏很强你好像耐压性很高。可是我觉得那是被不得不的磨练出来的。所以我很喜欢讲一个，就是你伤疤一直抠它，最后别人结痂的时候，你打它就不会痛了。所以那也不是我选择要这样子，只是你遇到了，那你心里埋的那个种子是你不想要被看不起，所以我要坚强。那1次坚强，2次坚强，3次坚强，你就会觉得我他妈的就这么坚强了。对，你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就算这个拳击手，你就是一直磨练，你有一天绝对是变坚强。但你有时候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有曾经一度觉得自己很脆弱到我想放弃这一切，就是比如说这个3年半就是快要转不过来了。创业赚18年嘛，到现在，然后其实中间有应该2次很大的挫折。那第一次是我还不做品牌之前，我做了一些做贸易的生意。这18年虽然很不顺，可是我觉得每一个转折点都有一个运在无形的当中让你度过那个难关。比如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卖国外进口的商品。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在银行工作，认识很多女孩子，因为女生都是银行嘛，所以我就把产品印成邮购型的，你们知道邮购那个懂吗？好，哇，真的行李架了，真的，我就把它做成邮购，超强的邮购本质，然后拿去每个银行的柜台。他们以前卖我面子，有时候以前我是他们主管，然后说这个看一下，可能就发现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以前是他主管，现在不是了，所以你还是变成要拜托他们。就是这个有需要，一开始还蛮捧场的，就是而且那些东西可能早期18年在台湾也不好买，对，那我就从国外引进，它有一些舶来品价差的优势，就这样，我就这样做上来了。可是虽然没有赚钱，可是现金流出现那时候就有野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次害死我，就有野心之后，你就觉得哇，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怎么这么简单呢？我怎么开始就有这种成绩呢？就开始开店。所以那时候我就开了7个店，然后1个百货柜。7个店1个百货柜，不是开玩笑。想要变代理商了。不是变代理，就想要当成通路网。通路网，哇塞！OK， 我觉得我懂，目标害死自己的。我就说你搞不清楚自己的本事在哪里，可是你觉得那个东西会让人家看得起你懂吗？还是同一个出发点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一下台湾。那时候我开8家嘛，那时候其实台湾莎莎才22家，
开15家我就赢他了，有感觉，然后我就会成为台湾最大的美妆通路。哎，听起来蛮屌的，听起来蛮屌的。我是变社会贤达了，觉得还是想要做回去社会贤达，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对啦，所以可是你好吧，那次就失败。其实那次其实跟我爸遇到一模一样的，就是打败你的不是你原本那个行业的竞争对手，录影带被第4台打败，对我那个东西被网络打败了啊，对，就是那时候的拍卖就越多人去买，然后卖东西，那网络一定是卖价格比你低很多啊。对，不用实体店面的店租嘛，对，就被网络打败，所以那一次的创业期结束的那一天，我最后一家店就是开了7个月，然后那时候在台中最热闹的逢甲夜市，一个三角窗，一个月租金28.5万。我靠，那时候就28.5万了。我都还记得哦，很大哦。我把它搞成像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卖的是便宜的200-300块的东西，我把它搞得像深恒昌一样。真的很长，对不对？我觉得在想很长，装修那家店花700万。哇塞！在2012年的时候。我现在想一想，等一下，我跟你讲，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有好一点。你也是个不切实际果，就被面子害死的。可以，我们听到，我们终于听到有人花钱花的比我们还严重的，而且是离谱的一个状态。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这样花钱。其实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同时在做邮购，然后转型做电商嘛。其实那时候就台湾电商最 popular 的时候，刚开始是吧？我为什么敢花800万？其实那时候我的电商业绩一天可以赚500万，一天 one day 真的就 one day 真的。在哪里卖？雅虎超级商城，我当时是做上边。你现在看雅虎商城第1年的元年，我就是做上面的讲者。哇塞，一天500万赚哦，不是营业额哦，赚哦。哦，所以营业额是超过的，对，所以赚500万呢。没有，现在讲起来小 K，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厉害啊，只是他们比较实际一点，不像我这么那个。对，然后你看摇卡针啊，对啊，摇卡针啊，因为我就当通路网啊，然后都开掉，我当通路网，而且我开 CP 值超高的店啊，就是深恒昌，结果是保养的价格，有没有？保养的价格，对啊，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对，好，那一个店，这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哎。对，当年才有这种气势，这么热闹的那个，对，就7个月，然后2012年开了，就决定，后来就生意真的不行了嘛，就是你不，其实那时候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想清楚，做太急了，就觉得好像很多竞争，你就觉得那你我跳另外一条船，可你没有想到去优化你原本的商业模式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懂。那时候就说，那我个性很快，我就那断尾求生，赶快换跳船。我那时候脑中给我的想法就这样子，我赶快把店关掉，我要专心做网络了。因为我在网络赚到钱啊，可是我把钱全部亏在店上面啊，实体店面上。对啊，把它关掉就赚那边的钱就好了。我就想说这样想的很简单，可是实际上不那么容易嘛。对，那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店的实体收入是我比较大的营收来源。反正不是网络了。虽然我在网络一天赚那么多钱，可是那时候店开到8家的时候，已经大量的库存等等都在店里面发生，而且你所有人团队的 DNA 其实都在经营店，而不是做网络。OK， 那时候我只是看到，因为我刚刚讲就是，我就知道我爸那时候被时代打败，不是竞争对手。那我想说，我现在网络这么强，我一定会被他打败。那时候会怕，先做准备。那我觉得，那就干脆自己先断掉啊！你至少专心做那里，可你忘记你当下的资源根本不是网络那一块。我就是一群水军，结果去海军啊，去开飞机，就一定掉下来的啊，一定掉下来的。海军去当空军，对啊，整个掉下来的。整个公司里面人都不擅长这个东西。对啊，所以那是领导者的迷失嘛，就觉得自己很强，可是实际上你忘记你带的都是海军。你应该说我们就去开战斗机。领导者的迷失，因为领导者真的是就觉得好像切得过去。我就刚刚讲，就是你会被你那个信念害死啊！你觉得我自己看得懂，我最清楚，我厉害，所以我到现在真的我快50岁，我就觉得哦，原来50知天命是这么一回事。就你以前真是笨啊，真的。对啊，真的笨啊！往回看，有时候都觉得说哇，你怎么那么笨啊？对啊，你当初在做什么决定？你怎么会这样子？对啊。然后呢？对啊，所以好，那家店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很热闹、很风光啊。在逢甲那时候也是很多媒体来采访。哇，有一家CP值这么高的店呢。哇，真的是社会贤达。有很多媒体采访，就是掐牙。然后就7个月后，我决定把它关掉，因为那时候已经业绩一直在往下滑了，因为大部分都跑到网络去，然后顾客来
就把我们当体验店了，用一用就去拍卖买。合理，有一阵子都这样。可是我那时候就社会有一个风气是去实体通路体验，去网络上面买，对，那我就变成那个被体验的店，被体验，对啊，就帮他马杀鸡按摩完还不能收钱，就线上付钱，对啊，所以那时候发现这个嘛，就业绩一直掉，然后就把它收了。那一次收掉的时候，我身上背了将近4000万的债，哇塞，背了。等一下，我要跟你喝一下，4000万的债，在借钱这个赛道上，你们是差不多的。我应该可以比你应该领先我非常多。反正你要所有工具变现，我都可以教你。支票变现、信用卡刷卡换现，那个都哇塞，都用过了，用过。哇妈呀！对啊，所以那时候关逢甲店的时候，是我应该人生第一个黑光时刻，就是黑光时刻，不是高光时刻，是黑光，黑光是黑的，黑。你又要抢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大的货搬走之后，你又不想让大家知道店收掉了，所以逢甲你要又开很晚，到3点多都还有人。你要想说什么时候没有人去关店比较好一点就是4点嘛，4点才要关，硬盯到4点就对了，就去开货车，然后把自己的看那真的是收银机搬一搬，然后店关起来，然后就没营业了。那一天其实就觉得哇，在搞什么？对啊，在搞什么？就是然后开始进入自己的反思。你这时候才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情了。可是你又觉得他没有错啊，因为你相信你自己的信念跟你的目标啊。你是目标导向的人，你觉得你就是要成为通路王啊？对啊，没错啊，通路王就会信念。对啊，就反正那场战役就输了嘛，输了之后，身上就背了真的很多债。那时候小孩就你看这样，那时候小孩就5、6岁，那时候开始会还是老实说，我觉得那时候我35、6岁还不会担心，就是没有未来。你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在第2次上来，对，因为那时候看很多书，就是跌倒再爬上来，国父革命11次才成功，才1次而已。对啊，好，那时候可是我那时候就说，那我这次要做的不能是跟前面一件的商业模式了，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价格定价权不是我，我卖别人的东西，然后价格是规格品嘛，然后网络的价格就比你便宜，那你没有拥有那个定价权？定价权啊，对，那我觉得没有拥有定价权是一个很快的商业模式，可是不是一个很持久的商业模式。我说很快就是你很快你可以拿 iPhone 来卖啊，你不要赚钱，你就可以做生意啊。我懂，就是小时候我们去夜市看到那个卖那个 CK 的袜子跟那个内裤，对，就是这种概念，就你可以很快赚到钱，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没办法维持，就是做生意的本质。可那时候你看通路网那个都不是做生意，那是做企业，因为你要形成一个你的商业的版图，那个都不是做生意的概念，就是不是赚快钱的，所以就要一直铺陈，所以开店，然后迭代1代店、2代店、3代店，就一直要把自己的想法一直加进来。他说我发现其实我做这个产品保养品这个赛道里面，我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我是没有定价权的，就撑不久。还想得很天真哦，就是好像那就做品牌，做品牌才是痛苦的开始。好像你那时候可能觉得说，我想的这个一定是对的，对啊，因为你觉得你失败过啦，所以你那时候失败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定价权啊，所以你败给了价格啊，所以你把定价权弄好了之后就 OK 了。我就是做定价权。所以代志不是戆人想的那么简单。可是我觉得戆人就有戆人的好运哈，就是那时候我不是身上背了4000万的债，可是没有我家人连我太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一个知道。哇塞，只有我自己知道。4000万，真的没有人知道。各位等一下，每天都盯在那。那你老婆现在知道吗？她现在去，我因为现在杂志采访，我会看到。对，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背到4000万的话，请不要对你的人生失去希望。我跟嘛就背了债嘛，可是那时候你就想要做品牌，可是我刚才讲，就你做这件事情还是要钱啊，那钱从哪边来？我家里也没钱啊，我又不是那种富2代，然后也总不可能叫我太太去跟家里借钱，他家里没钱，然后只能想办法嘛，那时候我想说谁最有钱？很简单，银行最有钱，银行最有钱，对。可你说背那么多债，银行怎么可能借钱？而且你营业额从1个亿，然后掉到没有，哇，1个亿都没有，哇塞，你这店关掉就没了，对，就没了，对。
那时候你拿你的公司去跟银行借钱，那怎么可能借你钱？对，银行也是很精的，不可能借到钱的。对，可是我就相信我应该可以借得到钱。你相信？我说找什么？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待过银行，你理解？我是要整个生态嘛。OK 好，我知道我找民营银行一定不可能嘛，因 OK，为民营银行的业务只负责收件、审批在总行，懂吗？懂。公营银行的经理有权限所以要跟公营的银行，所以公营银行经理只要点头就搞定，他就可以把钱借给你。可按照我的条件，他是不可能点头的嘛。对啊，各位同学，我自己知道啊我们今天有听到一个重点，然后呢？不可能点头嘛，绝对不可能点头啊！因为我自己知道啊，我就去就是风险太大，他会死掉，这风险它是完全有风险。那时候我说，那我就找一个公营里面最大的嘛，他有社会责任啊。那个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啊，台湾银行啊，好吧，我自己脑中就把那个 map 先设定，我说要去找公营的，然后找最大的，然后找最大我就去，反正就公司旁边，然后就有一个台湾银行，对，那我就进去说，我想要跟你们经理拜访啊。他们其实一开始听到拜访要借钱都很开心啊，因为他有利息可以赚啊。对，我经理就说，杨董，我们聊一聊啊，聊一聊。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现在营业额是0，经理就是脸就垮了。经理60几岁，他65岁要退休，他已经64岁多，快退休了。听起来不想要承担任何的风险，他就一直要把我打发走了我就硬坐在那里，一直跟他聊天，就说，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虽然创业失败，可是我知道那个失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情，然后现在想要做品牌，所以做品牌一定能赚钱，因为定价权在我手上。那我要怎么做通路？然后说那时候我就想到刚刚前面讲我要做药膏，我说做跟人家不一样的，因为我真的发现女生不知道怎么买产品，说我要做一个对他们有帮助产品。然后我就一直讲那个故事给他，那个经理60几岁，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搞不好一辈子连洗脸都没洗过，他没用过这种，他可能被你毒死了。高级的药膏，对，那经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当然不可能借得成嘛，那就把我不要说打发，就把我请走了。可是我觉得没有不行啊，我如果还是可以的。我如果没有钱，我不可能启动第2次嘛。我这时候要干嘛？我回去工作也不是我工作一辈子，这4000万还不了。还不了，绝对还不了。我之前在想第2个机会啊，至少那个经理愿意见我嘛。可是我又隔几天又去找他。你会去找他？我去找他。然后经理说，我说经理我又来了。经理说，我会退休啊，你们好差，就跟我要退休，我退休真的。我来跟他攀关系说，经理我以前是在银行的，我就很佩服你可以待到65岁，而且在公营当经理，我真的很佩服你，有没有？就开始那个甜言蜜语。其实我不会讲这个，可是为了生存，你知道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佩服，就想说你这个银行你要怎样？这个我们这种案件我们不可能做嘛。我说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找台湾银行啊，因为银行法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台湾经济嘛，这是真的。OK， 真的，这是我说那是你们的工作，你们不是要去借房贷、消费性贷款，不是？他们有这个社会责任。对，你是要帮助中小企业，而且我现在是一个想创业的人啊，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后来就说爹跟我得利啊，可是我就知道，因为我打听过，我知道他权限有3000万的。我说经理，我不需要你那么高的权限3000万，你只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就好我就开始把我计划告诉他，他当然有在听可是他还是想把我赶走。那我第2次又走了，然后我不行我就是不死心，我还是要去，然后这次去我就没有找经理，因为银行会有2个人，一个是业务经理，一个叫做副理，副理是管那些收银柜台的，副理都是女孩子。那我想让年轻人用一些自己的姿色，出卖自己的姿色。不然因为我习惯跟银行的，因为我以前在银行待很多年的时间嘛。那我说，我副理，我想要开个户，我说我先开户嘛，培养关系，开户他一定开心的。我说开户，他说我要存多少钱？我说没有，我先存1000块好了。那就把银行开好，那我就跟那个护理聊天，柜台的护理就聊天嘛。我就说我现在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我现在前面真的失败，然后可是我想做什么？我说你你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因为她听得懂保养品嘛，因为女生通常会保养。对，我说你这不是不错啦，真的不错。我说不错，你要不要支持我？那我就说我把你刚刚讲的 BP， 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 BP 给他，说我想要怎么做，然后定价策略、产品区分、差异化在哪里，我就把它写给他。他说好，我看一下我觉得你要看就有机会啦。对，结果那是我贵人，他就真的看了。他就跟说，我帮你跟我们经理沟通看看啊。他笃定的是，他们经理要退休了，
你就冒个风险又会怎样？懂吗？哦，反正都要退销了，以后下一账不干你的事啊。说你看，这也是另外一个想法啦。所以那个副理的心态就这样子。我跟他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他可能会听到节目。我就跟他说，那我真的想做，因为我不是挥霍的啊。我说我那些认真的，我是真的想做，可是我哪知道会失败？可是我至少我去从失败找到学习的曲线嘛。那我就每天，我跟他说，你那时候只有 email 没有 line 那些东西。我说你 email 给我，我就每天跟他报告我的工作进度。哇塞，真的每天哦，他到现在都还留着哦。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想法，我今天去看了什么工厂，哪些工厂愿意支持我，因为一般光片产量是要大的嘛，对，所以是要做个1000、2000个，他才可以帮你做。可是我想法，我的钱一开始只要做500个，我要先测试市场嘛。OK。对，可是我就跟他说，我今天去看哪些工厂，有些工厂拒绝我，哪些工厂愿意说好帮我做小单的测试，我就把这个状况回报给他。那我这个小单测试要花多少钱？叭，我就把我的计划每天一直跟他讲。那一开始当然过了将近快2个月，他也都没理你啊，不是有理我，他给我些我收到了，可都没有进一步的那个动作。那可能他觉得我怎么可以坚持那么久？我就写了2个月的工作报告给他，每天每天我就 daily 的都给他，然后有时候用传真，我怕他没有看我的 mail，我传真写那个某某副理，他员工一定要交给他嘛，我就写那个传真我都还留着哦，对。我就把我今天要做的什么东西，然后写了，都给他。那有天他说：“爸，你来银行好了。”他就带我去跟那个经理讲：“经理讲，哦，特别退休啊，你讲。我说经理，你退休保险，我绝对不会给你出纰漏的。可是我没有担保品，我只有这家公司还有一个统编。个统编都给他说，我只有拿出来用，还有个统编公司要钱呐，是不是？我说一个统编，拿统编出来抵押了。我就说，那你把申请书给我，我写一写，你帮我评估一下。那我已经把那个资料，因为那个副理就把我资料给经理看的嘛。然后那个系副理想要 push 我一下，我后来跟他说，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1000万。我说这个东西可能要1000万才可以开始弄，包含做产品，还有启动了，做品牌等等的，不容易。对，那因为我已经知道心里有3000万，不可能跟他讲3000万，他还吓死啊。我说我需要1000万，后来就我就真的是申请书送件的，结果也没有。可是我就想办法继续做，那时候就出现了，开始刷信用卡，去叫厂商先帮我做一些小样品等等，就开始这样周转的日子。然后过了大概1个月之后，那个副理，他说，杨世斌，你那个贷款核准我说真的假的？多少钱？他说经理核了500万给你。我说可是我想要1000呢。经理说你只要缴息正常3个月，再拨500给你。哇塞，听起来很不错。500万缴息1个月才1万多，缴得起啊？缴得起。所以我就用1000万去做那个后面的 BP 的规划了。他后来真的给我500，然后3个月后真的再给我500，就真的拿到1000万。真的是贵人呢，真的是贵人。对，所以就拿了1000万，然后开始做维嘉这个品牌。这真的是很有韧性的一个人。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做品牌比做卖产品更难了。做简单嘛，我觉得做产品简单。对啊，可是你怎么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对，好，我先讲这个，我可以先讲一下那个，这个应该也很少人听过，就是维嘉，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维嘉，不知道这个 logo 跟名字怎么来的？对啊，对，我们本来今天想问啊，因为它长得很像那个，就是国外的品牌。对，它叫什么 Swiss Vita， 是不是？对，其实一开始原料真的跟配方是从瑞士过来的。那时候，我那时候一天赚500万，就是帮瑞士卖一个B12药膏，帮他先卖这个药膏，然后在网络我一天可以赚500万，对，然后连续了将近2-3个礼拜都是这个，所以那时候我身上有一大桶金，所以我才有去开那个800万的电器，移花，然后进大量的货，好，有赚到钱，真的有赚到钱，对，好，所以拿了那钱之后，我就开始做品牌，然后品牌一定要有名字啊，不然怎么叫品牌？对，那时候其实就是自己是想说，那跟高科技的生物科技有关的是什么名字啊？可是那时候他已经用了说 bio 啊什么，因为太多各种啊，然后就看到 Vita 代表生物嘛，那我想说，我去生物科技也可以啊，然后就用 Vita 这个当成那个名字。可那时候我的原料其实跟我的起初的配方合作是从瑞士来，那时候其实自己想的，就你过上瑞士好像大家听起来比较厉害，对，我的灾，我懂，我们是假瑞士啊，对。可是那时候其实就是用这种思维去想，就是站在消费者角度就觉得这个东西
那有效啊，有效，真的有效，真的有效。可是后来我们一直在澄清，我们不是瑞士的，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用这个只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你，关注到你。好，那维嘉怎么来？是我在设计这 logo 这也没有钱的，我就找一个朋友在画图的。我说你帮我用 Vita 画一个图。那我跟他说有一个十字架看起来很厉害，因为医院都是十字架。我说十字架是不是等于？其实那时候我发现我对品牌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就有雏形的概念。有概念。所以你维嘉的，你看一下维嘉，我这10年来都没有变过包装，就是它是白色的，对，然后一个十字架，那其实那个白色就是医生的白袍，对，我的设计这样子。所以你要肌肤问题，我就一个医生出来，美白问题找我 ，OK。痘痘问题找我，就是每一个医生。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其实是医院。对，而且我记得好像瑞士的国旗是不是也是十字架，红白的，然后也是十字架，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整个概念套过来，然后就脑中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嘛。他说有的名字英文没有中文啊，那时候其实台湾最红的叫维兹啊，维兹，对吧？维兹被我干掉了，今年2月撤出台湾市场。开玩笑的，救命啊！对啊，那时候很有趣，就是顾客常常说我要买维嘉，就有店员都带他去买维兹，他说维兹比较有名，你买维兹不要买维嘉。可是有些人买维兹他认错就买到维嘉。当年是这样子写，好了，那只是说那个嘉为什么叫维嘉，就是 Vita V 就是维嘛，我就一个十字架不是加减乘除的加，然后那叫维嘉所以是这样来的有趣。那你的嘉就变成是人土那个嘉。对啊，就是对啊，美丽佳人的嘉就维嘉，可是那个嘉是在加减乘除那个十字的嘉，所以就把这个意象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变成维嘉这个品牌。哇塞，对，所以那个实是很有效。所以当年你好不容易去求爷爷告奶奶弄到这个1000万，500加500就1000万，然后你现在营业额是大概多少？我们大概就在3亿台币左右。哇哦！我跟你讲，我今天在听他之前的那个采访的时候，救命啊！你用5000块一个晚上50万的赚50万的业绩耶！对，那是在做品牌的，所以这是下一个故事就是维嘉有了嘛，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就说我要设定它是药膏，那药膏一定在药局卖嘛，对，很 make sense 嘛，对不对？就是很直觉。那我那时候就是铺了，因为那时候公司刚启动，我是有货，那我就找了2个业务，一个负责台北，我负责台中，一个负责高雄。那我那时候给他们的 KPI 就是我们要在全台湾的药局上架所有的药局都要有我的东西。对，可是那时候没有去做市场调研，不知道药局有多少家。可是我说我就是药局，只要药局就要卖我东西，那至少我把第一批货，那时候做了500支，全部要放到药局去，不止500个药局吧？对，不止。我说做药局不做没事，做了才是一个头痛的事情。你知道我那个东西一个产品那时候是卖780块，对，然后给药局的进货价是392块，我都还记得。那我就因为药局第一个你去 nobody， 他不认识你，又不是这么大品牌，我没听过你，纵使你包装的很像国外的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那时候说好，我让你寄卖，然后价没有不法抖啊，就是好玩就这样寄卖。所以我第1年就寄卖了562家药局，我都还记得这个数字。500支不够放，对，不够放。后来当然后面有钱了，就是生产第2批货。那不寄就算了，寄了才是痛苦的深渊。因为我那时候完全不理解台湾药局的生态。我刚刚讲一支卖了379块嘛，寄卖的概念就是我这个月放着，那我下个月去寻货，你知道加上3支卖掉1支，你就要付我1支的钱嘛。对，你知道很要命我那300多块呀，药局要开6个月的票给我哇塞，6个月的票，真的6个月的票，救命啊！300多块不能给现金吗？我要付薪水。我说没有，我们的行规就是这样。6个月的票，我真的就是收6个月的票，所以那时候我完全没有钱。6个月是180天，180天，这个6个月还好，还要开1年的好开1年的，这要怎么营业啊？300多块后来才发现，因为那些大药厂其实有资金的，可以让药局这样去蹂躏他们有一点像是借钱给药局。对，可是我们没办法说那1年其实超级痛苦的，就是你卖掉的全部都换一堆票，可是票那么长。外面要录也录不到，对，人家不跟你录一般录就是录30天的，对，你是拿了一堆票在手上，你又不能拿票给，录半年，对啊，又不能拿票给员工当薪水，他说半年后你就可以领到300块，超痛苦咯，救命啊！对，就是每天可是那时候业绩老实说也没有很好，我1个月那时候付薪水要付18万那我1个月营业只有7万，可7万都是票。
OK，然后还没钱，还没钱，还领不到，就银行借那1000万，你不能乱花啊。对，就是做货啊，做行销。我甚至就信用卡刷卡换现金，然后去那个付员工薪水，救命啊！员工每个看到兵哥很开心，都不知道我在借钱，然后还是要笑笑的，就很上班要打起精神的。对，有时候还年轻有活力，要陪他们玩 cosplay， 有没有这样？这各种对啊，尾牙还要对啊，还要办啊，对啊，尾牙还要给那个吗？给啊，我是打肿脸都要充胖子，救命啊！对啊，好，救命啊！那你有去？你除了刷卡换现金之外，你还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借钱？没有，其实我知道我不能碰钱庄嘛，所以我钱庄是打死不碰的，不可以。OK，对，可是当然就会跟朋友调啦。对，可是我有几个好金主的朋友，好朋友，对，就是真的是好朋友，会 support。对，可是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欠人家东西的人，是对，所以那时候我会把我身家，我常常就身上东西把手表拔一拔，有没有？然后戒指抵押一下，然后结婚的戒指啊，我妈送的黄金啊，一包。比如说你做我朋友，我说Hank这一包放你这里，你现在先借我多少钱？我有钱我爱赎回，把朋友当当铺了，因为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我对，懂，个性是这样子的，懂。那我觉得东西给你了，我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先给我钱，然后我去周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这些事，所以就这样 run， 就是药局那1年，可是他就后面出了2个故事，我做了500多家药局，看起来没有营业额，因为都是票，都没有收入，可500多家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那时候我就看我这样不行了，我这样再撑下去，公司一定会倒掉啊！1000万还不起，我对不起那经理，他退休我真的他借我钱半年后他就退休了。那我想说，那我一定要找下一个出路嘛。那下一个出路其实那时候台湾比较流行就是线上跟那个叫连锁通路。那时候很流行开屈臣氏、康是美。还没有保养，药妆店，然后还有一个信医，你知道吗？信医我知道，信医。那我就想说，我在药局卖东西，那信医也是卖医疗保健产品的，所以信医应该是我可以合作的对象。那我就想，我在药局这样再让他蹂躏下去，我一定死的。那我就拿着跑步手去找信医，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信医的时候，我就蛮开心的，因为那个采购姓钱，我说哦，好兆头姓钱的，对，他真的姓钱，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说我要发了，我要从台中跑到桃园他们的总部去找他。我就遇到一个采购说好说我们现在没办法让你上，因为你第一个你没有品牌，对 ，OK， 你没有品牌，然后再就是你的品相也没有，就那一只欧银款那个东西而已。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我不可能让你上我们家。我说没关系，你就参考一下，然后有机会你让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我死缠烂打的个性又来，我就隔几天会拨电话给他说，你现在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这时候又一个契机，我不知道是运气还是怎样，就是一个契机，就是他们那时候卖了很多像我刚刚讲的维姿啊、理肤宝水啊、雅漾，可是他卖不赢康是美、屈臣氏，同意吧？同意。他们同路多，而且他们活动多，可是去信义都是在买轮椅的，对，就买那个辅具的啊，所以他们的东西不会卖啊，他们总部就采购决定要把它下架。可是下架你总不能让架子空在那里，他就想到我了。我说那你不能做其他东西补一下台面，我就让你上。我说可以，然后就去补了，就是第2个我们的明星商品洗颜霜就是那时候补出来的。对，我就说那我补5个给你，洗颜霜、眼霜、淡斑、美白。我就跟他说我每一个东西都是药膏，所以你的药师很好卖啊。他说可是我们药师都不会卖保养品，说以前那边保养品他们不会卖。我说对，因为这个很复杂，我的很简单，进来一块面你就美白给你，你有长斑的就给他斑的。合理啊，因为我就是这样设计产品的你脸一定要洗啊，垮的灾，眼霜都有鱼尾纹就要眼霜啊，就看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对，所以很直觉嘛，因为药师不会卖保养品可是他卖药膏，他很专业那我东西就是药膏嘛，所以你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的脑袋其实是跟药师很接近的。对，这是问题，我解决问题就这么简单。他在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而已，解决问题。好，所以信义就这样，那个曼妮小姐就让我上架了，因为他们把维斯那些国际品牌拿下来。他越讲我越想揍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现在是用开玩笑的口气，我内心是淌血的，就是没有，就是对啊，我就上架了嘛。不上不知道，上了才发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信义都开在哪里？医院的附近，是不是？对，所以他顾客除了那些买辅具的还有谁？还有照顾病人的家属，还有呢，看护，还有呢，还有什么？护士、小孩、护士哦，因为护士有员工卡去还可以打折就可以有员工。你发现以前那些东西就不见，只剩回家可以买。可是他上大夜班、上什么班的，他没有时间去
去逛街，去逛街买啊，对对，他就买我的嘞。啊，第2个月后，我成为信一第2名的销售品。哎呦，你们信一前面都不见了嘛？这边都不见，我说死光了。我就爱面子，我说那你们钱小姐，你们第1名是谁？我们自有品牌，公司有规定，一定要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客户不买才能推荐你的。我们是第2名，第二名啊，那也很不错了哦。对，护士也是个厉害的消费族群，不要开玩笑。因为他的生活作息跟我们不一样，没时间消费啊，而且他需要保养，对，他非常需要保养，因为他一直熬夜，上夜班什么的。对啊，然后又要轮班，日夜颠倒什么的。所以护士也是辛苦的。对，辛苦。我说你知道护士上大夜班的时候在干嘛吗？在干嘛？是不是很无聊？对，有没有看过电影？他们是坐在值班台那边，对，但是没事做啊。嗯，那时候我就去陪他们聊天，真的，我就晚上去医院啊，然后去信医的，信医有一种是院外店，一种是院内店，对，院内店的，我去有院内店的护士值班台跟他们聊天啊，我就说，我们在楼下那个信医有卖这个东西啊，你看一下。他反正他没事做啊，因为只要病人不按钮，他不没事做啊。我就被他说这个东西不错，我们说怎么做。那你那个时候就有出试用包吗？没有试用包，没有钱做，没有钱做。但你真的是 super sales，你真的是打不死的蟑螂真的。不是，我知道通路很现实，你知道没有业绩，他让你上架还是会让你下架的。对，那你好不容易站上舞台，你就一定要有点成绩嘛。还说我还会花钱自己去买，现在不都展开了？我怕没业绩，有些店业绩比较差，爆有没有卖，我就自己掏钱去买2只。但你换个角度来讲，你现在仔细，就是你可能快了50岁，你回去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最大的动力来源是什么？责任。我觉得是责任，对，就是你有小孩、有老婆、有家庭，那你父母都还健在，那我就是家中的长子。但他们没有逼你去做这个事情，没有啊。可是你自己会有那个，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只能讲说是为了生存，因为当下你如果没做这事情，你活不下去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这个绝境？你可以不要做这个，你可以回去银行上班。不行啊，因为我回不去啦。我刚刚讲的这4000万，我怎么回去上班？而且我背那么多，在银行也不会让我回去啦，因为银行回去一定会做你的身家调查。假如说我知道我没有后路可以回去啦。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只是怕被人家看不起，一开始也不是怕被人，不想被人家看不起，不想被人家看不起，我不会怕，可是我不想让人家想要变成社会现象。我们可不可以先拿喝一杯？我想要跟社会贤达喝一杯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有一个一开始的一个点，对，然后后来就一直不停的被这个命运，可能你一开始这个点，最后就造成你某一个结果了，就被他推着走，对，后面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是要想办法去追着这个东西跑，因为不是追，是被推着走，命运就会一直推着你，不然给你压力啊，然后你就去试着去反抗它，或是干嘛的，就推着走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有命运的安排，真的没错啊。你刚刚一直在讲说你是为了生存，所以你会一直不停的 push 你自己往前。对，可是你已经是你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这件事情，在你做的这个所有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会让别人看不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因为你是低声下气的，然后你是就是蹲得很低的去蹲得很对，去拜托别人，或去，所以其实你当初的或许你当初的动力是想要不要被看不起，但其实你做了所有可能会被人家看不起的事情。是，你的腰可以弯得很低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因为你曾经高过，也没有高过，你的那个高就是你知道，你可以花700万。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那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当下我没有觉得我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说你的心理素质，我们一开始后面的时候，我才会讲说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2个人就一致的觉得说你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刚刚在听完以后，突然知道一件事，是你小时候就感受过了。对，所以你被 punch 过。对，你知道那个韧性是从这里来的。被 K 过了，被 K 过了。你被 K 过了，所以你就但有一种，我觉得是有一种没有想要服输，或者没有想要。我知道我可能会有这种命运，但我没有想要认命，就我想要去试试看说
干老子是不是他妈的可以试试看反转？对，可不可以弄一下，可以弄出什么东西来？你有没有那种老子生来就不是来输的？我觉得是吗？以前不会这样想然后我觉得其实像我最近有很大的感受嘛，就是已经接近快5字头的年纪，你就觉得其实你离开没有多久了，真的离这个死亡没有多久，就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地球已经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懂？真的是你不是下半场，是下半场是，对啊，是，就已经是第3/4。说不定有现在50、60岁、60、70岁就挂掉了。对啊，所以你看到最近很多新闻，就是什么谁什么事，结果你发现其实那个离你其实很近嘛。是，那现在很近，你干嘛不去给自己一些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我要去做很多新的事情，比如说拍短视频等等。他说你就这样，你干嘛？我说不对，因为你要帮自己做一些记录。我希望我在60岁的时候，如果还能上你们的节目，我可以讲，这10年我又做了哪些年轻人在做的事情，有新的东西。对啊，我没有因为我年纪变大，然后就离开这个市场，没有。对，所以我想要维持自己这种活力嘛。好帅！哇塞，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那种我们上次跟有些人在聊的，就是你是属于这种成长学习型的人，就是你现在就算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还是会希望你下个月可以比现在更进步一点。是啊。对，然后命运就算给你很多考验，你还想要往前走一点，试试看可不可以凹回来，或是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你很想要去挑战看看那种你不会的东西，然后你去做，然后做下去啊，看起来好像很有风险，好像等一下会赔很多钱，对啊，可能会怎样？但你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动力，说我很想要试试看，试试看。对，我在你身上我就有看到那种对。就有吐一下，吐些，然后就吐到现在这个状态，对，很厉害。有，我觉得学习，我今天学习了。我觉得不是厉害，其实那个就是你一个不想要认输啊，你就来了，你干嘛白来？因为人一出生就是你不是为了死而出生的啊。对，人他出生就会死啊，可你又不是为了死而出生，你是为了你活着的时候的意义嘛，你又不是为了死。对，不然你一开始就知道你会死，那你就不要出生了嘛。那活着的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活着的意义对我而言，其实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是资本位主义，就是我为自己而活，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去尽量满足自己想要的，可那不见得是你需要啊，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很盲从的行为。然后等你到有家庭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子有家庭之后，你就觉得你有责任感，所以你活着可能是为了家庭。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没有为了自己活着，就是开公司，你活着是为了给员工如期的发薪水，让公司能够活下去。可是有时候真的我会迷惘，就是那你在干嘛？你有没有哪一天是帮自己活着的？后来想一想，其实我虽然前面讲的都是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活着，可是中间为了家庭、为了小孩、为了公司活着。可是我觉得那个活着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在自己身上都会贴上一个标签啊。不然我今天可能没有故事可以告诉你，我可能就是每天起床上班下班有吃饱这样就好了。跟你的每个人生的阶段没有那么的多的震荡，那我觉得那个震荡对我来讲就是活着的意义，就是你的人生是有旋律的，不是平的。我有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常常有一些误解。就我们小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们好像在做自己，对。但其实说不定我们是在符合家长的期待，对。然后长大的时候说啊，我是为了这个家庭，对。说不定其实那些野心其实是我自己的野心，对，没错。所以到底这些东西是为了谁？我有时候说真的，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都有时候还分不是很清楚。可能过个10年、5年、10年以后，我可能会跟你讲，对，比较确定说哦，我现在是在干嘛。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不确定、你自以为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精彩的部分。因为这个可能过10年之后，你可以拿出来讲说哦，我当年赔钱就是因为什么，对。然后我后来可能赚钱因为什么，对。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你讲的啊，活着的意义就你不要让你的故事人生是只有吃饭睡觉对，就这样而已。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讲你小时候你的成长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你刚刚在讲说你创业是一种必然，不是一种偶然，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因为我听起来我也懂，对，我懂，就是你那些所有的路都是你这一辈子的铺陈，对。
对，真的。但是我也觉得说，那也很有可能不是必然，因为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接受这个挑战，很有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挑战，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把它扛起来。其实Hank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啊，我真的想过，我一定要这样子吗？对不对？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没有一定要吗？没有。可是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去解决我这个问题吗？你什么问题？找算命老师。真的，你有想过？等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会想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那个故事，但我可以讲这一段。其实你真的会怀疑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人生的意义跟谱那个旋律，我可以用比较抒情歌曲，我干嘛一定要走那么我可以轻松铿锵有力的？对，你干嘛要听摇歌？滚乐对嘛？一定要摇滚乐。为什么要铿锵有力？对啊，这个好好笑。对，所以这个很好笑。后来我真的是老祖宗真的是有智慧的。我说50知天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叫知天命。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只是30而立，对吧？然后50知天命，大概理解，对，但不懂。可是我真的为了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很科学理论的，从刚刚讲的，我就验证自己的想法。可是为了刚 Hank 那个问题，我真的去找了算命老师，我就说我的人生是这样走的吗？这是我自己的剧本，还是老天给我的剧本？对，这个问题很好，对吧？是我自己的要的剧本吗？还是老天本来就给我的剧本嘛？因为你看，其实我的生活到这2年是有很大的动荡的。我又突然30天之内决定要搬去印尼住，我就去雅加达了。对，这是很酷的，搬去雅加达。那我觉得我怎么会做这种决定？是卡卡几康那些，你懂吗？最后你会出现自己不是怀疑，有人去问自己这个 question， 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可实际上你当下做的决定是很果断的，你就决定我去就去了。其实那个你刚刚讲的问题，其实我自己解答不出来。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剧本，还是老天给我的剧本？那如果是老天给我的，我认嘛。如果是选的，你就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就觉得如果是我选的，我干嘛要选这么累的？我们不要违背天道嘛。如果天道的话，我们就遵守好。我就问老师，那会有挣扎，真的绝对会有挣扎。特别是疫情那3年，几乎是我人生最。刚刚是黑光，疫情那3年应该是消光，消光黑。那时候我就真的高度的怀疑自己的任何一个决定跟决策跟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没那么厉害，可是我要知道这条路到底是我自己选的，还是老天安排的。我从来没算命的，我不算命的哦。对，你听起来是个很理性，没有在相信这个东西的。但是你终有你过不去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过不去，但是我想要去吐槽那个算命老师。你还是抱着这个心情去做这个。我抱着一个理性的心态去面对那件事情嘛。那我只是要验证说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就觉得你是骗人的。那你希望他是骗人的，对不对？那我一开始就觉得算命是骗人的我一开始心态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不得不因为我找不到人告诉我这个答案呐。我觉得你真的很矛盾呢。对啊，我没有不得不，然后又这个。疫情那3年真的是进入一个完全矛盾的状态，就是你所有的努力，你所有的规划，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对 ，OK，所以你会高度怀疑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跟每一个想法。OK，所以这时候问人问不到啦。我如果问一个问题，你一个说，没有，就是这样子啊，疫情啊，所以全世界都一样啊。可不是啊，全世界都一样，不是答案有人是不一样的啊。有人是不一样的，的确，有人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你这个答案我没办法接受啊。所以我就好朋友就跟说，你要不要我带一个老师？好吧，我去见见你的老师。去的时候已经是抱持那个高度，不要怀疑了，就是我想要去验证。我就验证你到底是不是嘛，然后我就去，然后就问了生辰八字，然后老师是翻天书的。OK，我就说你就翻这什么鬼啊？是不是上面翻？我就听你讲嘛。很特别哦，因为那时候我给自己的这个 question 是我在台湾住的好好的，我干嘛跑去印尼？虽然我在印尼有生意，可是我不见得要去住印尼啊，因为我以前出差，我也觉得我以前出差也是可以做生意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住？搬去雅加达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对，我为什么要去？我为什么？那个老师就说，你这个注定在南方发展。我说高雄啊，还是要想要吐一下。我就问他，对啊，我就没有更难，然后更难。我说高雄最出去就出海了我就跟老师这样开玩笑。他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看一下，他真的一个老师是女孩子，然后他就说我看到天书上面你在
2个地方啊。我就说，好，我就听你讲哪个地方。你都讲越南就不准哦，泰国也不准哦。公跨买。对啊，泰国、菲律宾都不准哦。我说你在马来西亚跟印尼，我就看我朋友说你有没有偷打小报告？他说没有，他没有讲，他真的没有讲。对，真的哦，就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嘛。虽然我还是存疑的啦，老实说。对。然后你的命格就在那个地方，而且你以后都会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么玄的东西啦，可是有些东西，我是不相信的啦。老实说，我懂。对，可是老师就跟我说，你就是在南方发展，而且是在印尼跟马来西亚，他讲的很明确哦。这么明确？东南亚11个国家，他讲随便2个就错了啊，我就走了啊。可是他讲的2个就是我去的地方啊，就16年去马来西亚，17年去印尼啊。他说你就在2个地方发展，而且这是注定你要在这里。而且你以后会在这里做长期的发展，对。我可以知道，等一下我们底下留言就是说请问这个老师有没有联络方式？我很开心，我今天可以认识拿督。这为什么？所以他解决我第一个疑惑了嘛，就是我去印尼，因为我这样说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印尼，可是就是突然想到，我就觉得我应该去那边发展，因为台湾那时候疫情一直开封，其实已经搞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是印尼是比较早开放。就是解除疫情的一个地方，那我说那我应该去那边找机会，因为我今年18年去，可是疫情那3年又停了3年，很可惜，因为那是一个蛮 potential 的市场，那我就决定去了。那我去的时候，我一个人去，我一定也不安心，说我要把小孩跟家人一起带去，所以就跟我太太跟小孩都沟通好了，说我们就去印尼，就1个月哦，就不到1个月时间，就6月份，让我们7月15的飞机去的，就全家都搬去雅加达，连我妈都说，你这是什么？有需要这样吗？对啊，你怎么所以外面就很多留言。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就是大家遇到很现实的说你现在要招楼啊啦，招楼啦，没出没掐啦，没出，然后拔出啊啦。所以有些人真的，就很坏，不是很坏啊，我就觉得大家喜欢看人家失败，然后你失败，人家就落井下石；跟你成功，他不会帮你鼓掌，他觉得你凭什么成功？你家里有钱对。所以很多人认为我是富2代啊。不然你怎么办法做品牌？你怎么办法做生意？可是今天这个故事可能是第一个节目把它讲这么清楚的，我根本就不是嘛。你是小开了，录影带小开，社会贤达支持，曾经是录影带小开，曾经是社会贤达家里的小孩。所以我说知天命，我就相信了。原来老祖宗这件事情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你这辈子走过的每一个路都是被安排好的，虽然有点不科学，有点玄呐，可实际上我就在我身上得到某些程度的验证嘛。因为这个老师他不知道我在那里，可他就告诉我你就在那里。然后后来就最后中间我就很放空，我觉得舒坦一点的，至少不是我自己傻白痴自己选择要去这里，是老天安排我去的。他昨天讲的东西我其实忘记了，可他最后在讲，因为我跟你说那个老师会讲前世跟今生，对，他会讲到你最后会怎么结束你的生命，很神奇哈。他说跟我说。还有办法讲到这里哦，而且塞救命啊，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啊，很恐怖，可以讲到这里很恐怖，有点恐怖。后来因为你有想要知道吗？我不想知道，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我知道，我怕我会做其他不同的决定嘛，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我就跟老师说，你不要告诉我活到几岁，我不想知道那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他说好，不讲。可是他说你活很久，他会给我2个数字，你79岁那个关卡如果过，你会再多活12年。我说那就90几岁，我就大概知道，好，我说这样我可以接受，但也有可能79岁就过不了就走嘛，好，我就可以接受。可是他讲的另外一个更玄的，他说那我看看你的葬礼怎么办的。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真的不知道。我问我朋友说，他说这一个字都没讲，他只看了我的8字，就这样子开始推所有的前世跟今生。他说你的葬礼不是在台湾办的。我刚顺带那个老师是马来西亚人不是台湾人OK， 他是每年会来台湾巡回演出一次，小朋友带我去。他说你葬礼不在台湾办，他说你的葬礼他说我看不太清楚，可是很热闹。我说葬礼很热闹，我又不是开演唱会，我就跟开玩笑，我就觉得，因为我前面答案已经得到了。他说他就突然问一个问题，他停顿了，说你信基督的啊？我说没有，我拿香拜拜的，我们家是拿香拜拜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葬礼上面要摆一个十字架，摆一个十字？我就说十字没有啊，我不是信，除非我以后改信耶稣嘛可是他说那个不是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是一个十字。他说一个十字不是一个因为十字架是长方形的。对。他说一个十字。我说没有，我没有信什么教，所以我就当到这里我就听了就结束了。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的维嘉上面有一个十字。对啊，品牌的 logo 啊。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创办人，所以你公司帮你办了一个葬礼，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听起来维嘉之后
会变得很大的品好，牌。我们先试一下，我们 I don't know。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妙，是说你不管人生是顺遂的或是不顺遂的，你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之后，你都一定会有一些你过不去的一个关卡，一定都然后会怀疑。对，所以我说没那么强啊，我还是反对啊，对，就是你不管营业额做到几亿都一样，你还是会有这个怀疑。好不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对，你觉得你在你的这个从年轻到现在啊，你觉得你是个冲动的人吗？你觉得你是个冲动人还是个很理性的人？我觉得我是理性的人，可是带着一部分的冲动。在事业上我是冲动的，对，就是我觉得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所以我刚刚讲的，开了8个店，我3个月全部把它关掉。对一般人来讲是冲动，你干嘛这样子做？对啊，所以我知道我这个部分是冲动，可是没有经过审慎的评估，所以经过学习曲线之后，你才知道，当初你没有关掉，其实你可以做不同的转变。因为这是你的资源啊，你干嘛一次全部把它断掉？现在如果说用这个去评估你是冲动的还是不太准，对，不太客观了，不太客观的。对，我只是想要知道他自己的自我的自己的想象，或者我对经营公司，我老实说是真的是偏冲动一点。我感觉他是冲动的人，是吗？不是，我觉得应该叫冲劲啊，就是我觉得我那个东西看到，我想要对我感觉到他是有野心的人，对，所以他遇到机会来，他会想要不能放过，去把它抓下来。但同时间，他也花很多时间去评估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风险很大，或者可不可行，或者是他还是做很多功课。但是你的意思，在某个程度上，他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你很冲动，跟你很理性的去评估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对我来讲是你创业最后能够赚钱，或是你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是因为你在很多地方是相对平衡的，然后你相对一边去抓住机会，一边又自我怀疑，对，一边去挑战你自己的信念，然后一边又觉得我要相信这件事情，对，他就是一直不停的自我纠结，是自我打架，对，就是在打架。我相信所有创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我懂，他必须要处在这个状态，他才可以在这个竞争的商业环境里面活得比较久。但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感觉你的所有这一切，把你自己放在这么风险这么高的这种创业的环境里面去挑战这种各种的营业额的新高，或者是欠钱的新高，都可以。对，负债新高，对，负债新高，这都是新高啊。对，你自己去思考，就到50岁的时候，你去思考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干这个事情？你有没有一个动力的来源？你想要去接受这些折磨挑战背后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就自我肯定，你会觉得你相信自己做得到。你觉得相信是有用的吗？有用，非常有用。其实我身上有几个验证啊。其实当我在不好的时候，我们在住台中嘛，那我就经过这个房子，我说房子盖好漂亮，我有一天一定要住进来。就过2年我就住进去了。我好讨厌哦！这个信念真的这么险恶的商业环境里面，然后一直去试图去证明你自己，你有曾经感觉到很脆弱、想要掉泪的时刻吗？其实我不是一个容易掉眼泪的人。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把自己武装得非常的强悍，对，所以我掉眼泪会很容易感动，我很容易被感动，就是我是很怕参加婚礼，跟人家结婚干你屁事，真是这才是人生嘛，就是你经过这样一个美满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想到我自己有女儿，我说我女儿都结婚，我会不会哭啊？我就开始想，那我女儿到底要交付给谁，我才放心得下？你就会很多自己脑补的状态出现，画面呢 ？Sometimes 我是很感性的，在于亲人之间的情感，我是很感性的。可是我对公司或对商业，我是比较理性去看待。对，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趁这个机会跟你老婆说的吗？其实她常就是说我就是一张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嘴巴不会讲话。可是我真的，我趁这个机会，我不太会讲我真的不太会去试着说。你是不是喝的不够多？喝多，喝多也很难。我们来喝一下。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因为你是很理性的人，对，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对，但是你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就想要问他。其实我就是觉得我把他照顾得很好，没有后顾之忧。像我觉得这样就是我对他最好的一个表现嘛，就是他不用为了钱烦恼，所以我在很不好的状况下，其实他不理解，可是还是过他
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我觉得这样是我对他最好的一个承诺，或是一个交代吧。对，那我嘴巴真的不会讲，我真的你叫我，就算我喝很烂醉，你叫我讲，我可能都还是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在还没录之前，然后我不是有问说你们结婚30年，然后还会牵手吗？他是不是说不牵手怎么走路？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嘛。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用嘴巴讲，就是其实女生，我跟女儿讲说，你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的。老实说，我真的是给她这种观念，就是男生会用嘴巴来讨好你的，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对我而言啊，我会觉得他可能有一点不是很那么的实在。对，我觉得行为上的负责任跟就是行为上负责任跟行为上的对你的照顾，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你背负了这么多责任，你有觉得你不自由吗？其实我不会，其实我还蛮，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嘛，就是人生的一个旋律，你怎么谱它嘛？那我觉得家庭也是我其中一个部分啊，我不可能只为了一个人生活嘛。其实我没有任何第二个想法去想这个你刚刚那个问题，也就是觉得好像我干嘛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种念头过，你就觉得那是应该的。对，可是我旁边的朋友就觉得杨志斌，你做那么多，你还是男人嘛？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女生在做的，干嘛你做？那我觉得，其实我蛮甘之如饴的啊。比如我陪伴小孩，就特别是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其实我跟她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特别不想挑今天这个节日，可是我当初能挑的日期只有这几个嘛。是。那我刚好从雅加达回台湾，那我说没办法，所以我就答应我女儿说我会帮她补过生日。可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其实我希望在每一个很重要的小孩子的时刻。我都能够陪伴他们，包含毕业典礼等等。因为我小时候毕业典礼，我爸是没有来的，对。可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他的重要的一个 moment， 我都能够出现。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也不要期许，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我应该这样做。因为我在之前听你多的访谈之中，你去谈到你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文化里面，你很在意一个东西叫做信任。信任，对。我想要问一件事，为什么你那么在意这个？为什么你这么在意你开的公司？你要相信你的员工，你要相信你身边所有人。因为我第一个，我很希望别人是相信我的，就是你不要误解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对自己是负责任的啊，你不应该去质疑我对自己，我都已经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了，你为什么还要质疑我？但为什么你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呢？我不希望落人的口语。我常常讲的就是，我说朋友，大家当朋友可以，就算1毛钱都没赚都可以。可是这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吗？你觉得这跟你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有关吗？或是你小时候可能不被人家信任，或者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其实我觉得他很 rough 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出现某些片段是这样的。对。可我不认为那是我那个小时候的影响。对，那我觉得那是比较像是一个自己价值观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对自己很负责。对，我对自己很负责。那我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准备，就算失败，我都愿意自己承担。你有一丝一毫一刻觉得，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相信别人，或者是你不被相信的时候吗？有啊，就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创业的时候，那你觉得你这个 idea 真的很好，说我可能要跟你分享，那希望你投资我，或是一起就 venture 就是加入这个，因为你看到那个，可是别人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子，说这个我可能给我评估看看，在背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讲，就说没钱，别来骗钱别来吹钱真别借钱就讲白一点。可是实际上我起心动念不是这个，我懂。起心动念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生意不错，要不要一起？对，可是你就会从其他的第2个生意、第3个生意就觉得哇。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可是为什么别人告诉我是他的感受是这样，他的感受是说你自己找个借口来借钱，借钱的。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有曾经期待过你爸爸相信你吗？曾经，我说曾经，或许你现在发现这件事情是很困难，或许你现在可以理解他的困难，但你有曾经期待他有一天会理解这件事情？曾经我没有期待，可是我只是希望他是可以相信我做的事情。但你爸爸不相信你吗？你觉得？其实也不是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就那时候你要做的任何决定，他就你干嘛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可以学别人一样？那别人家做这个决定是好的，你干嘛要走这个路？哦，对啊，所以当这个东西不是不相信，可是他只是我懂，他没办法理解，他没办法理解，他没办法理解，就是你好好的，你干嘛这样子？你在小的时候曾经有想象说啊，问老辈如果可以理解我的话，我会感到很开心的事情。你有曾经这个感觉？我不是想象，是期盼，是期盼，就觉得我如果看到有时候看到同学的爸爸跟他的相处模式，这是跟我不一样的。他们有话可以聊，或者什么，就是名字，比如说 Debbie， 那就是像称兄道弟这样子。那我觉得男生喜欢这种感觉吧。跟我爸其实中间是有隔着就是隔着一个墙或者一个膜。所以我常常说，我这辈子跟我爸讲话，不外乎就是吃饱了要去哪里要干嘛，小爸呗啊。就这样而已。其实没有那个是他想要理解你的，对，没有深入的，可能是我的错啦，我可能也没有去理解他。可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从小就这样子，就是对啊，我对他的印象其实没有对谈内容，只有吃饱了没，你在哪里去哪里。但你到现在，你觉得你的父亲没有想要理解你吗？其实我觉得我知道他想要试着了解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做生意嘛，所以他也会用脸书干嘛，会分享我的演讲啊，或是采访给他的朋友看。其实我知道他是对我是骄傲的，是引以为荣的。可是他可能只是那个世代下，他是跟我一样是说不出口的。对，可他觉得这个儿子可能表现还不错吧。所以你也是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影响吧，就觉得。是啊，我做好啊，就是把你照顾好，你没有后顾之忧，可以理解。对那你也是说不出口的。可是我对我儿子就不是这样子我对我儿子跟我女儿的方法就跟我爸爸完全不一样。你觉得你理解你自己吗？这个问题真的好好的问题哦。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太理解我自己，真的，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我去找算命老师。对，就是你遇到那个问题，你觉得你这辈子为自己而活还是为别人而活？所以我刚刚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就是它是一个旋律，你在谱那个曲，可是谱曲的是你啊，对吧？是我，是啊。那我今天谱什么曲，我可以决定吧？理论上是这样。对，那我干嘛让这个曲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激昂？它也可以是平淡。我的家庭其实也可以很平淡啊，我只要做个上班族，那小孩也就读个一般的学校。然后老婆去上班，然后假日去户外走一走，那出国可能就是一个奢侈的行为，那也可以啊。可是我没有选这个路啊，对啊，没有。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选择，就是当你选择之后，其实我比较相信，就是你选择之后，不要去怀疑你的选择了。那你现在这一辈子你自己谱的曲，你回过头去听，你觉得好听吗？好听好听我觉得好听。至少我告诉你的故事，你别人是会不要说动容，就是你觉得哇。你的人生很精彩，有点意思精彩，有意思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人生，其实就是我帮自己的定义。所以你会怎么去形容你现在截至目前为止人生谱的曲呢？因为当我选择了创业，其实我就选择一条跟大部分的人不一样的路了，所以那个歌曲就不可能是平顺的。你说我怎么形容？其实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的低潮，别人看不见。今天贵节目可能是第一个听到我讲那么多的。就我来的我真的很忐忑，我就是到底要讲脚本内的东西，可是你们不给脚本，那我到底要讲什么？那我就听你们节目，就说你们很会挖，可是我到底愿意被你挖吗？你懂吗？其实我如果这样子来讲，我觉得我是承受、跟享受、跟接受，我现在说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我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对，就是纵使它很不好。那你想哭又哭不出来，我觉得哭得出来是一件好事，想哭不出来才是一件坏事。那你完全没有情感的表达，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当下那个情感，才是一个最绝望的时刻，真的是很绝望。我曾经想要说，我好想哭哦，可是哭不出来怎么办？听一些很感动的歌，看一些很催泪的电影，你还是哭不出来啊！我还甚至有一段时间怀疑自己是不是冷血动物，就是你是没有情感的，坏掉了。你这个是呛的，甚至是呛的，对，你还是有情感的，我还是有情感，只是当你遇到那么大的压力或打击或是一个挤压的时候，你都还是自己承受嘛。
那你所以旁边人看到我就觉得，哇，你是正向的，你是阳光的，你是有动力，是热情的，形容词都是这个啊。可是实际上，我自己审视自己，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嘛，我只是一个外面穿着钢甲的里面的一个稻草人，你随时都是被烧掉的。对啊，哇，对啊，可是你不得不去变成那个穿着盔甲的人。对，哇，对，对，喝酒，哇！感谢哇！我听你这个讲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哎，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创业的历程啊，真的是只有那些起起伏伏那个 up and down，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然后我有一天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我要这么经历这么多上上下下？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说，干，那不就是我自己想的？那不就是我自己想的吗？如果我不是这么调卡称，我就不会去贷款，去做这些事情，去挑战这么大的，比如说娶一个老婆，他妈对，又怪到我头上之类的啦，因为他是我的 partner， 他是我 partner， 然后说他的难辞其咎，对，所以就如果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话，那一切都假的。其实这一切真的都是我们自己想要干的，就我想要去体验说，哇，我可以做到哪里，所以我要体验说，哇，我被这个市场打到说，我当年的觉得我这个 business plan 是多好的，然后被多少人拒绝，这都是我想要承担的。但如果我承担了下来，我才有一天可以走到另外一个状态。但或许我走到那个状态之后，其实也没人可以真的跟我分享。对，没有，那也没关系，那就是我想要知道的。对，那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所有的原因都是我，怪不得别人。没有人逼你啊，没有人逼你，没有人真的没有逼你啊，没有啊，真的。对啊，所以你那个苦累积之后，你其实开始我进入下一个循环，就是怀疑自己。真的就是你怀疑自己。我在过去疫情这3年，其实我刚刚讲的4000万其实是小事。对我的眼下来看，其实4000万还小事。我把钱当工具，我不把钱当成是一个证明，或是一个不是因为今天赚了多少钱，你也有多少钱就觉得我不会因为钱说把全身的名牌穿在身上，我不是那种人嘛。对，所以钱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成绩单，对，就我努力读书之后付出之后的一个成绩。对，所以老实说，我对钱真的看得很开，真的超级开。钱很重要，可是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你在运作每一件事情当中，需要这个工具去支撑。你想要做更大的事业，你要开车开很快没有用啊，你没有加油怎么开快？那个钱就像加油一样嘛。所以你油会用完的时候啊，就算你去开一台法拉利没有油，你还是一台破车嘛。那钱不就是那个东西吗？钱就是那个油，就是油啊。所以油会用尽嘛。其实你不在意那个油，你只是想要开法拉利而已。对啊，所以你那个人生那个旋律不就法拉利？对。我想要听那个浪声哦。你要轻音那就踩用力一点嘛。但油其实不是重点。踩用力就油耗大。对，你就花更多钱啊。所以你的目的不是那个油，你是想要听那个声音，你就以那个过程。对，懂，这样我讲我完全听懂。对，真的。所以钱对我来讲真的很简单。我在几年前就把自己手上朋友跟我调的钱来干嘛？总共都是签支票、签本票嘛。而且2500多万。哇！我就把它撕了。我觉得我宁愿跟你当朋友，我也不要跟你因为钱当不成朋友。对，这是我的概念。你说朋友欠你的钱？我说撕啊！我说你们都没欠我钱的，我撕掉。我就把撕掉之后用 LINE 拍给他们看，说：借据我全部撕了，以后当做没这回事。2500，我靠！再喝一杯。等一下，你有没有多的钱可以借我一下？钱是工具啊，所以你开法拉利，我愿意帮你加油啊，你就帮我当加油站。哇塞！不是，这能够找到一个加油站长得像这样的，真是太……你丧礼在哪里？我们都去。不是啊，就是你不觉得人生就这么有趣？然后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岁数，再好的车你没有油，你就是一台破车。真的啊！所以你必须加油啊！这概念很不错哎。对啊。你为什么会有那个魄力把那些？不是我觉得不是魄力，我觉得是我看透了，因为我觉得不要被钱左右你的生活。真的，钱可以让你过很好的生活，可你不要因为钱来左右你的生活。真的，你不要因为说我今天赚2万，我就用。对，懂。而且我觉得真的开公司开到创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是很在意那个钱？我一点都不在意钱。我常常讲的，我说真的，
对，不在意。我商场真的不在意钱，所以欠2000万跟欠4000万其实一样，差别不大。欠4亿对我来讲也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欠嘛，就是欠嘛。对，就是欠的，就是欠嘛。它是账面上的数字。我上次看到，我常常喜欢看新闻啊。那我就看前2-3个礼拜看到和硕创办人、董事长往生了，70几岁。可是新闻就很喜欢写，市值几百亿美金。对，你又花不了，花不到，你不是死了？对啊，哎，就这样。那他死你也会死啊，你干嘛去 care 你公司值多少钱？真的。那我觉得你享受当下每一刻，跟朋友、跟家人、跟这个社会的连结，跟社会连结，那是最重要的嘛。是真的，这是真的。那你干嘛用钱去定义我能不能跟你连结？我最讨厌那个我很有钱，然后你没有钱，我不跟你连结，那你算什么？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人啊，太 over 了。对，就把自己弄得很大，这样弄得很大。那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连结又不是用钱跟你连结，我是用生命、用情感在跟你连结。有，我最近跟人家连结都说啊，你欠多少钱？对啊，你如果欠的跟我差不多，我觉得你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我们在交流，其实是那一个眼神，是那个情感，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是对的。那我管你有没有钱，我又不是为了钱跟你那个。是，可是大部分的很多的成功人士是用钱来定义我要不要用钱跟你交往，或是你有没有利用价值了。对，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个东西，我不喜欢。所以我说，当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需要把钱视为无物，就是它不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你很平时的在看待你自己现在目前的成绩，那或许追求成绩也不是你唯一的目标，那你到底在追求什么？我觉得这个回到另外一个故事来讲，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当中，虽然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可你看我们刚刚前面的一小段故事，就每一个阶段戏都会出现一个让你觉得你没想到的一个反折。就当你没钱的时候，居然有一个银行经理要退休的，愿意给你500加500的钱。老实讲，这件事对我现在而言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一定觉得那个经理一定是脑袋出问题。我那些就算我那些负责，老实讲，我真的是只是讲白话点，我只是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事情。你说他是演是演，没错，我在告诉你，我是告诉你，因为我需要钱啊，所以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演出是精彩的。所以对我而言呢，你没借我钱，我就觉得正常的。可你居然相信我演出来的东西，那既然你相信，我就要相信我自己演的东西一定会成真，对吧？我就要演啊，就把那个动作就把它演完，对，就演完。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转折嘛。那刚刚Tim有提到说，当初做品牌，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就是我做了那么多通路，然后信义也上架，其实还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点。就是我纵使做到信义第2，因为只有2个品牌，一个是他自己有品牌，我是第2。信义第1，第2听起来很厉害，可是实际上就2个嘛。好，可是那个对我来讲，我的目标跟那个还是很远的。可是机会就那么神奇，就是其实我做新的时候，我口袋还是没有钱的。那1000万其实我是花的差不多了，库存、研发、设计，差不多了。1000万很快就花掉，很快就100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但是说1000万富翁，我告诉你，1000万富翁2天就没了。做生意很快，做生意2天就没了，2天就没了，这2天就没了。快，而且我身上其实那时候要发薪水也是没有钱的。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就是那时候 Facebook 在12年前刚进到台湾，就是什么鬼东西啊？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还是英文版的，没有中文版的。对。他说赌一下吧，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听说美国很厉害，那台湾应该也会跟上潮流，就这个事情这么简单而已。那时候很少人用，我那时候只问了我的会计啊，就是那个小会计，我说：“我们公司还有多少钱？”发完薪水之后，他说：“Ben哥剩5000块啊。”我说：“好，5000块我能做什么？”他说：“那5000块我要去做货也没有货，要去做广告做 Google 广告也不够钱，因为 Google 广告低消1个月要1万块，我只有5000也没有啊。”我说：“5000干嘛？”那我说：“试看看，不然我就投 Facebook 广告。”就你刚刚讲那个故事，那是我人生第2次的大转折。最后都没有那个转折的时候，今天我不会在那边谈维嘉，已经没有了，就是维持的天下，维持也不会被我弄掉离开台湾的。好，那5000块我就跟我的会计说，爸，5000块我要用，我说我拿去投广告，那我就在 Facebook 的那时候广告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反正那时候广告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前台你给他预算，他就收广告，不像后面还有一个现在是有一个后台的机制没有，你在前台你知道 deposit 就是储值，你要设定储值金额，然后也没有什么广告就。很 rough 的，就是女生几岁就这样就投广告。我就投了我们的眼霜广告，我觉得眼霜
是因为那时候我为什么投眼霜，是说专柜的眼霜都好贵哦，都2000多块，我们的眼霜只要980块，我就投了5000块广告，就那天业绩就50万，我就吓死了，很久没看过这么多钱了，一直在亏钱的，对，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多钱，我每天都在信用卡换现金，哇，就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居然50万业绩，我真的怀疑，那是因为我隔天所有的员工，那时候7个员工全部都在包货，哦，好像真的有出货来不及，真的有这件事情的，真的有这件事情的，我就把50万再继续熬，就一直从几千万的营收到几亿、破亿，然后到2亿到3亿，就一直这样子到现在。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常常说 ，Facebook 也是我第2个贵人，然后第3个贵人，第1个贵人是银行的那个学姐，第2个是 Money 小姐，就是那个钱小姐，第3个就是 Facebook。OK， 对，纵使他现在剥削了我很大的广告支出，对，可是我觉得没有他，其实我也找不到这个反折点。我跟你讲，我听你今天在讲你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故事啊，我听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挣扎的点，就是你到底是一个很务实的人，还是一个你他妈的你在赌你的人生的人？我完全没有办法定义。我自己定义是赌，我真的是赌，我没有务实。我也觉得我是赌，就你试着假装自己很理性，但其实你是赌啊。我只是用理性跟务实来包装我自己的人格，可是实际上我是赌徒，不赌没有机会啊！我那5000块都我不去赌，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我那天隔天就收掉了，因为我发薪水也发不出来了。但你为什么这么想赌呢？我不赌没机会啊！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你会失去什么了。吃一顿饭就没了啊！可是那时候是我最后的5000块啊，我必须用这5000块来，do something， 就是再做点什么吧。所以那时候我盘点这5000块，投 Google 说不行，然后我知道投广告也不见得有业绩啊，那5000块去印 DM， 一张1块钱，印5000张发一发也不见得有业绩啊。那你看哦，那个故事讲到一半 ，Facebook 刚进来，那我就花了5000块创造50万业绩，我就隔天就50万又继续投广告，因为我有很多的货，刚才1000万都拿去做货了，所以仓库是满的。对，50万继续凹嘞，对，就50万又变200万的业绩，就这样子一滚，那不是赌，不是什么，是赌啊，是一个 game 嘛，所以就继续赌啊。可是那个时候的赌，你的胜率是100%，你为什么不赌？我甚至会觉得当下我应该赌大一点。我懂，就是你知道说这个凹下去一定是没有竞争对手，我因为这个赌，我成为了台湾 Facebook 前5大的广告公司。Facebook 在台湾开的第1场亚洲年会，我也是 speaker。刚刚雅虎不是一样吗？听起来很帅，可是因为上面我不可能讲这个啊。可今天我来，我就剖析一下，我是赌出来的啊。所以赌出来就变成我去讲了之后，人家就觉得哇 ，Ben 好厉害哦。那我能不能可以学一点东西？那当我有这样的资源的时候 ，Facebook 就愿意给我更多的东西嘛，所以我就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啊。所以你今天之所以可以做到现在的状态，其实是你敢赌，然后刚好运气也不错。你敢投入你身上仅有的东西，我觉得哇，这是赌徒啊。对，然后赌比较不好听啊，赌就想赌不好听，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我爸？有，因为他爸也就是赌徒嘛，真的每个礼拜都在赌啊，然后赌到就是倾家荡产。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啊，你在开公司嘛是赌啊，哇，这去博嘛是赌啊。”然后我就想说，蛮有道理的。创业其实某个程度上其实跟赌博没什么两样，真的没，只是可能说我们多一些理性的思考而已。他观察啊，但是其实他本质还是赌啊。他不单只是创业啊，像我刚刚听你讲的，你2021年做 Podcast 也是赌啊，没人听你不是继续做。对啊，那是不是赌是什么？是真的，你是赌一件你觉得他某一天应该会开花结果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所以你不要觉得Ben你很会赌，其实你没在赌啊，没错吧？那你没人听，你干嘛做？同意。对啊，所以归纳一下，我们其实同一种人啊。你不用羡慕我Ben你很会赌，其实你也很会赌。一般的赌博是没有筹码概念的，我们是有筹码概念的，就知道赌输最惨。就是这样子啊，对，所以已经有把那个赌输的结果先想好啊，赌到一个极限，但是一定要赌到极限，因为赌徒的性格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赌到极限的话，你是不服输的。对啊，所以那5000块我就是
5000块就刷卡再换啊，不然怎么办？就赌啦，让我赌中啦。但我真的觉得赌中有时候是真的是运气运啊运气不错。然后我相信某一种程度上的纪律是需要的，对。但我某一种程度上还是相信那个运还是蛮。其实有那一段时间的赌，其实很多人赌中了，可是大部分人都把它挥霍掉，就是没有去用在留下来，没有用在公司经营上面，那可能就拿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可是老实说，你说我这样赌，可是我没有回馈在自己身上。我没有去开什么超跑，什么没有，我就是继续放在公司上面。那我认为公司的成长是那个我做这个赌的决定的结果。我看你后来跑去念一个 master， 对，然后去念一个博士，一直不停的在进修，然后去参加各种课程，去理解电商做什么东西的。应该是说你让自己的知识越丰富，你的赌你就越有把握。胜率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进修的赌徒啦，有读书的赌徒啦，对啊，不进修的赌徒啊，把它包装的太美了。没有，就是因为老子想赌，所以我要稍微进修一下。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去拿一些赛，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去挑战这些事情，我们去开公司，去借这么多钱。去弄那么多让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对，每个月要去跑那个3点半。说真的，那一切都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啊。有7年的时间呢，他的生日，每一年的生日，我看他的脸都越来越大变。对，都敏感了晒嘞。对，其实每一年看起来都是，其实你知道那个脸都。不是太开心，不好看，完全不开心。然后一直到去年，一直在担心很多有的没的。一直到去年他的生日，我觉得他的那个笑容对我来说比较真实。7、8年大概都笑不出来，对，真的笑不出来，都是假笑。对啊。有一阵子是你自己在这过程里面，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对，没错。就我自己去回头看这件事情是。我在当年这个每个月要跑3点半，然后笑都笑不出来的状态，然后还要强颜欢笑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笑不出来的，笑不出来。对。然后就像你讲的，你就是想要试着去扮演一个阳光的角色，皮笑肉不笑。对，就是觉得说啊，我今天是公司老板，我应该要撑住，因为我如果撑不住，我这个公司就撑不住。然后就试着去撑住，但其实自己也觉得说我也撑不住，每一个人都无力感，就是真的很像鬼打墙，就是你做的每个决策，你都觉得是对的，可是实际上结果都告诉你这是错的，可你偏偏还是做了，对，还是想要做，对，你想下一个机会来，你就还是想要这样做，就觉得自己是被鬼附身，这不是你耶。那我在过去2年就是真的有很深刻。那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想要用忧郁或是用什么焦虑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你说疫情的那时候，对，疫情的时候啊，因为东南亚很严重嘛，所以东南亚其实那时候是全部封城，其实我的业绩就是瞬间就是没有了。那你员工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去做任何的调整嘛，还是要付薪水，嘛。台湾也是嘛，台湾就是开关关系，你就很不稳定。而且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撑太久，不会拖太久，没想1个月半年就拖了3年。所以那时候所有的准备，其实老实说，也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很完整的准备的安全机制，根本没有，就是硬撑，真的是硬撑。所以那时候过去2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灰色，可是我一般人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你这样好像笑容比较少一点，就刚刚提讲，你好像笑容少一点，皮笑肉不笑。对，可是不知道你已经，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那时候常常不是有很多新闻，什么心肌梗塞干嘛？对，我都祈祷说心肌梗塞是我，能不能让我忽然就解脱了？就真的忽然就梗塞，然后就没有，对，我就没有要是我，不知道多好。我操，你知道吗？已经到那种阶段了，然后坐飞机你就想说，摔下来也不错，可是你想说旁边那么多人是无辜的，算了，这个念头不能想。你已经进入到那个状态，真的你会觉得，对，那个已经不是信念或是你的坚持，你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已经崩溃了，可是你又不能让那个崩溃被表现出来，那又没有人懂你，就旁边就是你不要做就好了啊，可以有那么简单吗？
对，就被公司的收起来的话，你卖折啊，你小头楼啊，有那么简单吗？我不知道嘞，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嘞。没那么简单。对啊，没那么简单。真的收起来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想到那些你要处理的那些东西，对，开玩笑。而且就你一结束做这个决定之后，你的说生活是完全又回到不一样的位置或境界。对，这没有人可以理解。对，没有人理解啊。那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哪个大地震或什么多好，或者有一个忽然你怕死，你不敢自己结束，可是这种东西让你结束，你也觉得是一个解脱。忽然有一个人就对你朝着你开了一枪，感觉也还不错，就是很爽快的，我懂，很爽快的解脱，懂。你有这种感觉啊？懂，有，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对，你说那种爽快的解脱，你会觉得把自己得到一个释放，就是有交代，这个不是你要的，可是至少你离开的。你知道那种恐惧一定会，你知道我有曾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们2个人如果真的失败了，那我2个女儿怎么办？对。然后我真的有曾经想过说，会不会我们就一起离开？我真的有曾经想过，最糟，对，很黑暗，非常黑暗。我觉得只要创业的人都曾经想过这件事情，真的，这是免不了的，是因为恐惧，因为你再怎么理解这个市场，永远这个市场都不会像你想的一样，没错。然后它都会有 up and down，它会有上上下下，对。然后你永远都会有一些挣扎，然后你都会想要说，我为什么要欠这么多钱，每个月要付这么多贷款？对。我现在如果挂掉的话，我是不是都不用处理这些事情？我都不要去烦恼这些事情。可是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在过去2年，我真的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可以理解。你会觉得如果突然解脱，不知道是一件多好的，你突然会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石头压在你的心上，对，然后压久了，你自己都喘不过气来。突然就觉得说没去谢谢。有时候不一定，我们又觉得有责任，你又不敢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对。那你觉得我是外在的，至少不是你的问题。对，然后忽然我被变掉了，就第一个是干我屁事啊！好不负责任啊！所以你那时候就会真的会出现这种念头，你就觉得，当我后来在就时间拉长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对，真的是。因为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逼你，没有人逼你创业啊，没有人逼你做这个决定啊，没有人逼你创业，对，没有人逼你赚钱，对，没有人逼你要撑起这个家庭，对，没有人要逼你撑起这段感情，对，所有人生的一切，你想要撑起来的，都是你想要撑起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是他那一天就是带小朋友去露营，然后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顾店。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压力到一个临界点了，所以我就跟朋友出去喝酒，喝了很醉。我那一天非常的失控，但我到底具体干嘛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隔天醒来的时候，我内心有满满的失落跟罪恶。那个满满的失落跟罪恶是，你他妈的怎么这么逊？你居然想要逃避，对，你知道那种妈的发的那种很有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指责啊，对，超级无敌多的，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他妈不如去死算了，你知道那种，对，怎么可以这么弱？怎么那么弱？然后那天他跟小孩就回家了，然后我那天超失落，我就跟他说我很想出去走一走。然后他就好，他想我想出去走一走，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他也没去过，我们去看龟山岛，但是去一个山上看龟山岛，可是你要上那个山是很难的，那车的马力不太够，对，开不上去，开不上去，路又很小，然后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把车停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你要上去那个地方，又满路的泥泞，然后又带着小孩，然后小孩一直在那边哀叫，小孩很小，对，又很难爬，反正就是一切都不容易，都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一切是容易。对，可是到达那个山顶，然后看到龟山岛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触，你知道人生的路就这么的难，它就这么的不容易。可是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见到这最美丽的风景。你就是 you have to do it。
就你必须要咬牙，然后你可能这个路程里面干掉一堆脏话一堆，靠背一堆，然后骂别人，然后别人还听不懂。对，可是你就是到了，然后到了以后，你看到了以后，你就明白了之类的。你不是说自己选择啊，你也可以选择不看龟山岛啊。对，你可以选择不走那条路，可以选择看我们家附近的小溪、水沟里面的这个风景，你不觉得也 OK？ 对，这个就是我常常讲，我刚刚一直觉得这个都是不是我们想做事情，但是一个安排，就实际上你本来就该走这条路了。对啊，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50岁，我会觉得哦，50知天命，我真的懂了。我以前真的不懂什么叫知天命。那你真的可以不用看龟山岛啊，你干嘛去看？你去看又干屌说这条路好难走，而且对吧？而且你知道吗？顶多我们去阳明山走走就算了嘛，是啊，对不对？干嘛去看什么龟山岛？是我们选择了想看龟山岛，所以你就必须承受这一线。所以你选择想去看龟山岛，其实是命中注定，你就该去看龟山岛。该，然后你就要想办法承受这个想看龟山岛颠簸嘛，一路的这些挣扎跟对难过的地方啊。对啊，所以我们跟黑哥在讲说，没有人逼我们创业啊，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对，到底谁逼你？所以不要抱怨，真的不要抱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逼你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没有，都是你要的。对，你如果3点半还不出来，然后要崩溃了，你他妈的是你真的你自己决定的，想办法撑起来。对啊，你自己决定的啊，还完就没事了。OK 啦，我觉得 in the end， 我觉得我们必须举杯，因为今天我们就3个赌徒。真的，我跟